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射护腺癌是男性最常见的肿瘤，全球每年大概有140万人确诊，在香港、台湾呢，它也是名列男性患者的前3名。如果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呢，5年的存活率可以超过90%。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破解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怎么样早期的发现它，预防它，特别是有哪些食物能够帮到我们，哪些食物呢又会害到我们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主要的原因和它的风险因素都有哪一些。首先看一下射护腺它为什么会得肿瘤。射护腺呢，大家知道它是我们男性的生殖系统的一部分，它受到这个雄性荷尔蒙的控制。那么癌变的主要原因其实跟其他地方的癌变的这个原因都很接近。一个呢就是慢性炎症，第二呢就是荷尔蒙的代谢异常，第三个呢就是自由基的氧化损害。那么哪些人容易得呢？50岁以上的男性，所以年龄呢很有关系。其实我们之所以年龄的增长，就是因为有这些慢性炎症和自由基的氧化损害。还有就是有家族史的如果你的父亲兄弟得这个病，那么你的风险就会高很多。另外呢就是肥胖，有代谢疾病的，所谓代谢症候群呢就是高糖高脂高血压还有就是有些朋友的饮食喜欢吃高糖高脂的蔬菜水果比较少。还有呢就是抽烟的人，长期熬夜的人久坐的人都容易。那么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发现说，吃这个动物脂肪多，就是饱和脂肪酸多的人，射护腺癌的这个复发率和这个死亡率都会高2倍。还有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呢，如果你这腰围 BMI 这个增加5，就是你身高体重的比例指标如果增加5的话，这个进展性的或者致命性的射护腺癌的风险呢就会上升12%。我们有一个男性的工程师，62岁，长期吃外卖夜宵，很少运动。他的射护腺特异的抗原指标呢升高了，但是没有症状。那么做一个核磁共振发现呢，的确有早期的护射腺癌，但是经过生活的习惯的调整，监测3年都没有进展所以呢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控制早期的进展的。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对一些早期的症状呢不够重视，那么等到发现的时候就比较晚哪些早期的症状我们要知道呢？一个就是排尿困难，夜尿增加，还有呢这个尿流它变弱或者容易中断，尿中或者射精的时候带血，下背这个骨盆胯骨这地方出现钝痛，还有就是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这些呢都要重视。当然呢我们要查呢，就是55岁到69岁的男性呢可以考虑做一些筛查，但是如果出现异常的话，也不要急于去做什么治疗主要是要确诊，看看它的变化呢是快速的呢还是缓慢的。当然呢最后确诊呢是要活检。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持续的维生素 D 缺乏跟肿瘤的发生是有关系的和肿瘤的攻击性是有关系的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几乎我检测的人当中99%的人都有所以呢我们的男性朋友一定要把维生素 D 呢补充好。当然补充维生素 D 呢还是有些讲究的，不然的话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这个我们怎么补呢？我们以前有过视频将来也会有请大家不要忘记订我们的频道。那么我们现在治疗上都有哪些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观察不要急于的过度治疗，先从调整各种各样的因素不要抽烟，不要喝酒，改变你的饮食，增加运动，缓解精神压力控制慢性炎症抗氧化。我们过去为什么老跟大家推我们的氢气机呢？就是因为纯度的很高的氢气它就是一个最强大的抗氧化剂它是我们抗衰老、抗炎、抗慢性这个过氧化压力是吧？肿瘤等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的手段
所以呢，我是强烈推荐每个人家里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机器，然后呢，既能吸氢气，也能制造清水来改善我们的肠道健康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兴趣的话，我们有一个网站上可以订购，你也可以直接跟我们咨询。另外呢，就是手术放疗、化疗这个免疫治疗等等，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这些手段呢都比以前呢粗暴的这个手术放疗、化疗要好一些但是呢，长期吃一些控制激素的药等等，还有手术呢，它都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骨质疏松这个代谢慢性欲下降失去性功能等等。所以呢，各种治疗呢还是有一些后果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预防为主。那么预防最好的办法呢，除了运动休息，还有控制自己的精神压力，就是饮食了。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9个可以对护视腺非常有利的饮食。一个就是番茄，它里面的番茄的番红素它有抗氧化的作用，一定要熟的时候吃，它吸收率比较高。还有就是大豆和豆制品，它有抗这个雄性激素的作用，所以亚洲男性摄护腺癌相对低呢，其中某些原因要归于我们吃豆制品比较多。另外呢，就是十字花科类的蔬菜，像花椰菜羽衣甘蓝等等，它主要是里面含有硫代葡萄糖苷它促进肝脏解毒。另外呢，就是我们绿茶里面的 EGCG 它能够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还有就是深水鱼了，鲑鱼、沙丁鱼、金鱼，主要是里面含有欧米伽3，是吧？降低慢性炎症，调节荷尔蒙。还有就是坚果和南瓜子，里面富含锌和硒，它们是摄护腺代谢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另外呢，就是各种莓果类抗氧化、抗炎另外就是全谷物的和健康的油脂它对维持这个血糖和体重的稳定很重要。还有就是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奇异果甜椒等等。还有些呢就是不要吃的东西。第一呢，就是加工的肉类咸肉香肠等等，过量的补钙、高脂肪的乳制品，还有很多加糖的饮料，还有高温油炸的食品都不好。那么癌症病人能不能吃鸡蛋？大家有这么个误解。其实呢，没有证据说明吃鸡蛋会促进癌症，但是呢，分量呢要控制每天呢1颗或者每周4到5颗可以。另外是大豆吃大豆会不会让男性雌性化？这个也是不对的，没有研究证明正常吃这个大豆食品呢会影响的这个雄性激素，它其实呢有抗氧化和保护的作用。那从我们思维医学的角度来讲，久坐会造成骨盆这个血流减少，定期的伸展、快走骨盆底肌的训练都能够改善循环。从生化角度讲呢，控糖、降脂、抗氧化是非常重要的。从能量角度来讲呢，充足的睡眠、减压、保持正面的情绪和思维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从精神上来讲呢，就是情绪一定要平衡要保持一种善心，心平气和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所以不管你以什么方式，有什么样的信仰，只要能给你带来心平气和的状态，那就对健康有巨大的好处。摄护腺的健康它不能只靠药更要靠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尽量少油少糖，多运动保护好这个非常沉默的但是又是非常重要的器官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呢分享您的经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您的订阅对我们很重要。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好，我是杨景端医师我行医30多年，看过无数人在健康退化的边缘挣扎。其实呢，我们不是因为变老了才退化，而是因为退化了才变老。这就是我设计这门抗衰老课程的初衷。我们从人体的4个维度，就是结构、生化、能量和灵魂，重新校准我们的身体启动我们内在的自愈的力量。不用打针，不用吃药，我们用中医的智慧、营养科学和现代研究，
真正活出年轻、稳定又有力量的自己。如果您常常疲劳、睡不好、记忆力下降，或者想延缓老化、优化功能的话，这门课呢，你值得拥有。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陪你一起守住它。